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檀健次朱一龍銅礦引熱議，一個顯臃腫，一個超緊緻，皮箱與骨箱差距太扎心。最近電影《空槍》的熱度居高不下，兩位男主的話題就沒從熱搜上下來過。8月21日杭州站路演，朱一龍和檀健次同台露面，台下觀眾的喊聲差點掀翻場地。男演員的外形風格對觀眾演員的影響真不小。那天現場挺熱鬧，倆人都穿了同款白色巨宣 T 恤，衣服是統一的，牌子也沒得挑，就是那種印着劇名 logo 的常規款。但倆人站一塊兒，氣質差出一大截，這感覺有點意思。你看他們下身的搭配，各有各的風格，一個可能隨意些，另一個或許更講究剪裁。這種細節上的差異，在同樣的上衣襯托下被放大了。看完才明白，原來視覺上的和諧與否，不僅僅取決於服裝本身，它關乎一個人整體的氣場，以及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個人特質。這就是為什麼有時候同樣的造型，換個人穿，效果就天差地別。檀健次身上那套搭配看着簡單，白褲子選了和他上衣同色系的色調，腳上踩着一雙褐色皮鞋。這種穿法不玩虛的，就是靠色彩延伸視覺，把腿型拉得格外修長。現場鏡頭對臉拍的時候，那種壓迫感是實打實的。他的臉在屏幕裡比熒幕上映出來的還要小一圈，這不是濾鏡能捏出來的效果，是骨箱撐起來的底氣。這段時間他一直在跑各地路演，連軸轉的節奏沒怎麼停過，人跟着清瘦了一圈，身上的肉少了，臉上的線條反而收緊了。這種緊緻感讓他的骨箱優勢徹底暴露出來，原本可能存在的疲憊感被五官的立體度壓了下去，剩下的只有更加上鏡的輪廓線。朱一龍往那一站，身形板正。台下觀眾跟他互動的時候，他語氣輕鬆，笑起來眉眼舒展，狀態很鬆弛。檀健次在旁邊，朱一龍身高占優勢，比旁邊的檀健次高出小半頭。他下身搭了條修身黑牛仔褲，配一雙黑馬丁靴，往那一站，很有精神。鏡頭推進的時候，視覺重心完全被他臉頰兩側的蘋果肌佔據。那地方飽滿的有些過分，圓潤的弧度直接貢獻了所謂的顯嫩質感。皮箱這東西其實很脆弱，稍微胖上一點，原本清晰的輪廓線就會迅速坍塌，整張臉隨之變得臃腫且缺乏立體感。面對主持人的提問，他的姿態是靜止的，安安靜靜地站在那裡，像是一個被設定好程序的展示品。說話時的語氣平緩到近乎平淡，沒有任何起伏的情緒波動。如果不仔細分辨，這種狀態極易讓人產生錯覺，以為眼前站着的是一位剛走出校門、尚未被社會打磨的大學生。那種書卷氣太濃，濃到徹底切斷了與戲裡那個複雜角色的任何聯想。鏡頭定格在兩張並排的臉孔上，左邊那位身形單薄卻挺拔，像是一株剛修剪過枝葉的白楊，線條乾淨的沒有一絲多餘的褶皺。右邊那位氣質裡透着股溫吞勁兒，眼神柔和，笑起來的時候臉頰微現，那種沉穩與軟萌的混合體在光影裡顯得格外具體。台下的空氣是稠密的，無數隻手臂高舉着，黑色的手機屏幕匯聚成一片沉默的海洋。快門聲並不密集，但每一聲落下都像是某種確認儀式。偶爾夾雜進來的讚嘆聲很輕，被嘈雜的環境音稀釋後，只剩下一點點餘韻。這種站位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敘事，清爽與沉穩，利落與柔軟。它們之間沒有對抗，只有一種奇異的互補。觀眾的目光是貪婪的，也是克制的。他們通過屏幕捕捉細節，試圖從這兩人的微表情裡拆解出某種關係密碼。
有人調整焦距，有人屏住呼吸，等待一個更完美的瞬間。閃光燈偶爾亮起，劃破昏暗，又迅速熄滅，留下視網膜上的殘影。照片最終會流傳出去，成為數據流中的一張靜態切片。但此刻，時間仿佛凝固，兩人的姿態放鬆而自然，仿佛早已習慣了這種被注視的狀態。周圍的喧囂退去，只剩下構圖本身的張力。很多人是衝着那2張招牌臉買票的。熒幕上的化學反應確實夠足，路演現場的互動也顯得熱絡。但走出影院的人心裡都清楚一件事，戲裡的他們和路演現場完全是兩個人。這種割裂感不是演技的瑕疵，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存邏輯在碰撞。鏡頭前的表演需要構建一個完整的、自洽的情感世界，而路演現場則是另一種場合，那是為了宣傳，為了票房，為了維持熱度。觀眾走進影院，期待的是那種沉浸式的真實，可路演給他們的，往往是一種經過精心計算的親密。那種熱情是有邊界的，是有 KPI 考核的。一旦出了那個會場，回到各自的軌道上，一切又恢復了原狀。所以別太當真，電影是造夢，路演是生意，兩者之間隔着一條看不見的線，跨過去就是幻覺，留在原地才是現實。朱一龍在鏡頭前的常態，總是裹着一層溫吞的底色，那種溫和感像是一層薄紗，遮住了底下可能存在的稜角。到了空腔這片子裡，這層紗被撕得乾乾淨淨。他接了一個黑道角色的設定，氣場變得極具侵略性。這種轉變不是靠誇張的肢體語言堆砌出來的，而是當他往鏡頭前一站，僅僅是把眼神往下壓一壓，那一瞬間，周圍的空氣仿佛都凝固了，渾身上下透出的那股不好惹的壓迫感，是實打實的物理存在。觀眾看到的不再是需要被保護的溫和形象，而是一個真正掌握着某種暴力美學規則的狠角色。他特意壓低了聲線，每句台詞都吐得慢而沉，不用喊，不用罵，光靠眼神就能讓人感受到角色的狠勁。他演過的角色類型多，從接地氣的普通人到正劇裡的硬漢都試過，這次換了反派路子，照樣不讓人出戲，能做到演什麼像什麼，不是光靠臉就行的，把角色的脾性摸透了，站在鏡頭前才像換了個人。檀健次的骨架偏小，這其實是個很微妙的優勢，尤其在面對大熒幕那種極致的放大效應時，他的五官精緻度反而成了一種視覺紅利。鏡頭推得越近，這種特質就越明顯。很多演員在特寫裡容易暴露疲態或僵硬，但他能接住。他在戲裡的角色帶着股不服輸的韌勁，這種韌性不是靠吼出來的，是滲在骨子裡的。動作戲打得乾淨利落，沒有多餘的花架子，每一拳一腳都落在實處，看着就讓人覺得痛快。情緒上來的時候，眼神裡的架很足。舞台上的唱跳技藝正在迅速褪色，取而代之的是劇組裡那些沉默的鏡頭。他把自己扔進角色裡，每個面孔都帶着不同的紋理。跟朱一龍搭戲的時候，空氣是緊繃的，很多人以為會被那種強大的氣場吞沒，他沒有退讓。眼神交鋒的時候，節奏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裡。對手戲的張力不是演出來的，是兩個人在同一個頻率上呼吸產生的共振。他的角色立住了，不是因為台詞多響亮，是因為那些細微的表情變化沒有被掩蓋。這種轉變並不突兀，從聚光燈到監視器，需要的不僅是勇氣，還有對自我邊界的重新確認。他找到了新的支點。現在的影視圈，男演員的生存路徑被切割得相當清晰，大多數人只能在這兩條路裡做選擇。其中一條路叫做劇拋臉，
這類人平時幾乎從熱搜上消失，他們不接通告，不搞營銷，甚至懶得在社交媒體上維持人設。他們的存在方式很原始，就是把時間耗在片場，把肉身交給角色。觀眾最終記住的是那個虛構的人物。至於演員本人長什麼樣，性格如何，私生活有什麼八卦，並不重要。甚至可以說，觀眾根本不在乎。這種策略看似被動，實則是一種極高的風險控制。它切斷了公眾人物與私人生活的糾纏。當作品成為唯一的連接點時，爭議的空間就被壓縮到了極限。當然，這並不意味着輕鬆。沒有流量加持，意味着每一次開機都是一次豪賭。你的指望劇本夠硬，導演夠狠，運氣夠好。如果劇集撲街，這個人可能又要沉寂很久。那種等待被看見的日子，漫長且充滿不確定性。相比之下，另一條路則喧囂得多。依靠曝光率換取資源，通過話題度維持熱度，那是另一種邏輯，講究的是即時反饋和資本效率。但今天我們要聊的是那些願意沉下去的人，他們像是在暗處打磨刀具的匠人，不展示刀鋒，只展示結果。當鏡頭亮起，他們不再是某某明星，而是張三、李四，或者是某個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。這種身份的置換需要極大的克制力。在這個注意力稀缺的時代，選擇不發聲本身就是一種聲音，它傳遞出一種信號：我的價值由角色定義，而非由粉絲量定義。這種自信往往帶着一點孤傲。演員這張臉要是能讓人記住，那便是一筆不小的財富。這種記憶點往往不靠濃妝豔抹，而是源於一種天然的觀眾緣。戲裡是角色，戲外是人，兩者之間若存在某種微妙的反差，反倒能像鈎子一樣把人的注意力牢牢拽住。朱一龍和檀健次恰好站在這條邏輯的兩端，他們各自佔據了一部分優勢，卻走向了不同的路徑。朱一龍的贏面在於戲路的寬度，他似乎沒有那種被定型後的僵硬感，換個造型，調整一下神態的細微弧度，就能塑造出截然不同的人物靈魂。觀眾每次點開他的新作品，都能感受到一種久違的新鮮感。這不是技巧的堆砌，而是一種對角色的重新定義能力。大銀幕是個不講情面的地方，它會把每一寸皮膚的紋理，每一個微表情的僵硬，都無限放大到觀眾眼前。在這種極致的審視下，檀健次確實顯得有點不一樣。他的五官太精緻了，這種精緻在電視屏幕裡可能只是好看，但放在幾米高的銀幕上，直接變成了視覺紅利。光線打在他臉上，不需要額外的修飾，那種古香的立體感就足以撐起畫面的重心。這是老天爺賞飯吃，而且賞得相當到位。光有臉是不夠的，很多演員死在了鏡頭前，不是因為醜，而是因為散。肢體語言沒有收束，眼神沒有焦點，整個人像是一灘融化的蠟。檀健次不同，他有多年的舞台底子，那是實打實練出來的肌肉記憶。你可以觀察他在動作戲裡的狀態，不是那種為了耍帥而擺出的姿勢，而是真正的控制力。四肢延伸出去的每一寸力量都在他的掌控之中，哪怕是激烈的打鬥，他的身體重心也是穩的。這種穩定性讓動作看起來既有張力，又不失優雅。情緒戲更是如此，他懂得怎麼把情緒藏起來，不是靠嘶吼，也不是靠流淚，而是通過呼吸的節奏，通過手指細微的顫動，甚至是通過眼神焦距的變化。他把那些洶湧的情感壓縮在很小的動作幅度裡，這種克制反而比爆發更有力量。觀眾能感覺到那股勁兒，但看不到表演的痕跡，這就叫拿捏得住。
不多一分，不少一毫，精準的像是一把手術刀，切開角色的內心，卻不傷及皮肉分毫。所以，當他站在鏡頭前，你很難不被吸引。這不是玄學，是技術積累帶來的必然結果。精緻的五官提供了入場券，多年的訓練則保證了他能坐得住那張椅子。在這套組合拳面前，所謂的鏡頭表現力，就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，而是一種可觸摸的質感。空槍這盤棋下得挺有意思，他把兩個風格迥異的人硬湊到了一起，這種組合本身就是一種張力，一個往深處沉，一個往高處跳。沉穩的那位像快吸水的海綿，不動聲色地吞掉情緒；靈動的那位則是一根繃緊的弦，隨時準備彈出去。內斂與銳利這對矛盾體在鏡頭前並沒有互相抵消，反而因為互相都扛得住特寫，產生了一種奇異的化學反應。上鏡是他們的共同底色，但底色相同不代表畫法一樣。當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能量場碰撞時，火花不是預設好的劇本效果，而是兩人眼神交匯瞬間那種無法被剪輯掉的真實摩擦。現在的電影選角邏輯早就不是單純比拼誰的臉蛋更精緻了，核心在於貼合度，演員的能嵌進角色的骨架裡，嚴絲合縫才行。兩個人湊在一塊兒，化學反應比五官立體更重要。觀眾掏錢買票走進影院，圖的是故事和人物的命運起伏。如果演員之間的氣場不對付，那種違和感會瞬間把觀眾從劇情裡拽出來。戲要讓人入戲，前提是先讓觀眾相信這兩個人是真的在過日子。氣場合得來，是表演成立的基礎條件。否則再好的劇本也救不回那種尷尬的疏離感。路演現場總是坐得滿滿當當，連過道都擠滿了人。這種熱度並非偶然，很多人剛走出影院，鞋底的灰塵還沒拍乾淨，就急匆匆地趕到了這裡。他們並不只是為了看一眼明星那張在銀幕上被精心修飾過的臉，更深層的動機藏在一種近乎窺私的好奇心裡。觀眾想知道，那些在電影裡很巴巴的角色，剝去妝融合劇本的殼子後，私下裡到底是什麼狀態？這種戲裡戲外的反差感，本身就是作品自帶的吸引力。現在的觀眾也越來越挑，不是長得帥就能買賬，還得有真東西撐着，不然光靠臉撐不起一部戲，也留不住長久的觀眾緣。兩人長得不一樣，戲路也不同，能把角色演到位，線下露面也能穩住路人好感，就算是合格的好演員。後面就盼着他倆多接好本子，多拿出點像樣的作品，比啥都實在。